哎，彭参谋，你来了啊！那个预备役人员的集合通知你收到了吗？收到了，你放心好了。我放完这数员小活，我这去报道。好的。还有个事儿问你，我到处打听王青海的下落，到现在也没找到啊。王青海跟你是不是一个连的战友？是啊，那时候我们俩在一个连，关系可好了。太好了，能打一个电话给他吗？行，我给他打一个。青海啊，谁那个彭参谋到时候找你呢。行，这样你和他说吧，对吧？来，喂，青海啊，是这样的，你不在家，可能没有接到通知。军分区下达命令，凡是预备役人员，都要回狮王集中参加南水北调的重大任务。金花，金花，在家看好老人和孩子，我下午就报道去了。报什么道啊？你一个预备役班长，还弄得跟打仗似的，屁股还没坐热呢。打什么仗啊？动员单位搬家了。爹，政府有政策，咱是党员，让干啥干啥，亏不了。青海，等着你了。是。司令员，我们解放碑区武装部转业干部的情况要相对好些，退伍战士几乎都在外面打工呢。接到命令就回来集合，也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只要咱们军分区和武装部联系到他们，没有一个不回来报道的。好啊，军分区呢也批了专项款。说得好，好，继续。那个王青海回来了没有？回来了。说得好。报告部长，王青海前来报道。司令员，这位，这就是王青海。司令员好，政委好。千呼万唤呀！啊，家里安排好了没有？好了。好，青海给大家做了好榜样啊。集合吧。去吧。是。司令员，这位，你看大家都集合好了，你们给做动员报告吧。当过副团长的，报告词都不会说了。明白。加油了！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司令员、政委同志，解放碑区民兵预备役分队报到集结完毕，请指示。稍息。是。上去！同志们，先稍息。今天见到大家很高兴，但是有个别同志可能由于时间的原因，没有来得及穿上我们的衣服，下次不允许。同志们，我当了30多年兵，看到士兵我就激动。虽然我们是民兵，是预备役，没法跟金戈铁马、王牌精锐相比，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名军人，我们仍然斗志昂扬。看到你们，我同样激动。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当过兵的同志们都可能知道，预则立，不预则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有准备，并且要准备充分。准备充分了，我们才能打胜仗，是不是？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敌人打到了我们狮王，我们该不该打？打！好，这次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是由我跟王政委为大家做一下战前动员。同志们，
请少卿，南水北调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国家战略性工程。我跟司令员已经向市委和市政府表了态，要把这次征迁安置工作当一场攻坚战来打。你们都是基层的骨干，要把这次精神传达和落实到你们每个小分队。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好，下面我就把这次征迁安置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跟大家讲一下。报告！报告！报告！哈哈，我就知道是你，什么情况？你怎么来了？哎，这样，我这个一会儿出去有事儿啊，我让他们安排你去军分区招待所，然后晚上回来我请你喝酒。我的事情也很多，说两句话就走。啊，有话说就别赶紧放。你这个同志怎么还是这么粗鲁啊？见着首长连句好听的都不说。你是07集团军的首长，我的首长是省军区司令，少来这套。同志，我的军衔比你高啊。同志，我的个子比你高。李副连长，什么事赶紧说。哎，我先跟你说，薛明压了这么多年，终于要提了，而且连提2级，很快就要到集团军当政治部主任了。我听说了。这家伙能力很强，我就早该提了。晚上我给他打电话，就这事儿啊。哎，人家薛明可说了，他的提拔要感谢你。你带着吉步旅演习取得了成功，你走了，把荣誉和功劳都留下了，让他这个当政委的捡了大便宜。不能这么说，太客气了。你看他跟你1年提的正营，在吉步旅当了这么多年的政委，我觉得顺理成章，应该的。你这个人呐，浑身是毛病，但是听到别人提拔，从来不妒忌，这是你最大的优点。哎，这有什么妒忌的？我干我自己的活嘛，提拔是领导的事儿，对吧？那就这样吧，我这个东王主村拆迁很多一堆事儿呢。别着急，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你搞南水北调大拆迁，整个战区都传遍了，说什么的都有。我是想提醒你啊，一定要注意政策，不能像你妈演戏一样，这仗打得漂亮，但是让人抓到了辫子，影响了提拔。谢谢老哥，谢谢你的提醒。拆迁这工作跟其他的不一样，它是跟老百姓打交道，我一定会注意政策的。有一些人，当然了，想占国家便宜。我的想法很简单。原则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可以，绝不妥协。我为你骄傲，也为你担心。我祝你成功。谢谢老哥，走吧。司令员，你可是选了一块最难啃的骨头。我听说了。这个东王储村，人员、房产，还有土地问题，都特别的复杂，历史遗留问题也多。现在村里的村霸还有黑恶势力也串通起来，阻挠咱们的工作。有的家庭的孩子还拿着刀去威胁咱们的工作人员。市里边特别关注这个村子。军民鱼水情，这怎么现在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首长，我觉得这根子还是在干部身上。首长，这就是东王储村了。现在已经是城市的牛皮癣了，不改造是真不行了。
哎呀，牛到可怜，牛到可怜！是。让部队的领导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国家上上下下各个部门都非常重视。一会儿军分区唐司令要过来检查一下工作。哦，司令要来。哎呀，部长啊，咱这个村比较复杂。王最新的儿子拿刀子要捅人呐。司令员，车外这些人想闹事儿，要不要给村主任打个电话？潘部长也在这儿呢。打什么电话？我们来就是见老百姓的。下车。下来。好，我知道了。好的。刘根，所长一会儿马上就到，你到外边迎一迎啊。好的，去。首长、书记，外面村民闹起来，把司令车给围住了。啊？什么？走，看看去。起什么哄你们啊？起什么哄？现在没事了是吧？走了啊！该干嘛去啊？都该干嘛去啊？你不是不拆我家房子，还拆我的？你干啥？对啊，拆我的！对啊，拆的就是你们家的房子，怎么了？来，大姐，干什么？王长官，你干什么？你是命名连长，你又不是土匪。司令员，您不知道东王署这些泼妇刁民呀，无事生非的人，就说你们呢。你别说话了。这都。王六根，你拆人家房梁，挖人家祖坟，你再不是个东西了。对。别说了。乡亲们，我是狮王军分区的司令员唐侃。接下来我要在咱们村待很长的时间，每一家我都会去，大家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谈，所以大家都别上火，有什么话慢慢说，好不好？到我们家来干嘛？你又没出门吗？你别让俺家进，俺不欢迎你。别起哄，别闹哄，听司令员讲话啊！这样啊，谁说我们要强拆的？你看我们这几个人像强拆的吗？我们这几个人能强拆吗？听说你们今天来抓人呢？你听谁说的？就你手下说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说的？来，好。这个事情首先我没听说，我没下过命令。我会调查了解，如果情况属实是王六根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的处理，并且他会向大家道歉，好不好？谁信呢？没人信。对呀，同志们，来，听我说，我是解放军，我更是一个党员，我没有权利去抓人，我也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那是违法的行为。我们来是解决问题的，我们是心里装着人民的。你们听到哪一个解放军不是跟人民一条心的呢？这句话都中听。司令员，我就想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共产党、解放军。你好好一个家，才给10几万块钱，一家老少8口，这以后的日子咋活呀？对呀。乡亲们，咱们东王署一共是289户人家，我说了。我每一家都会去，我对我的预备役、民连长以及工作人员的要求就是，串百家门，吃百家饭，解百家之难。我就要让他们站到你们的角度去了解你们，听你们的心声，听你们的要求，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帮你们把问题解决了。如果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你们直接告诉我，好不好？唐司令。您说的太好了，俺也相信。但是您是部队首长，你要知道，您能不能做地方的主啊？地方的事啊，地方政府说了算，对不对？对。大家放心，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可以代表市委市政府，帮大家解决好问题。从今天开始，我的办公室就在村委会，大家有什么要求，直接去跟我说。好不好？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如果不满足大家的要求，政府不会动大家的一砖一瓦。今天开始，一家一家的走访，好不好？好。
东王楚村，这名字一听就知道咱们这村很有历史啊。坐，好，司令员您坐。哎呀，司令员呐，我跟你说吧，这个古老的历史啊，这些年很少有人提起了，因为我们这个村呐是城中村，土地很少，有不少的农民呢是湿地农民，他们呢只能是在自家的院子里搞一些副业。好，那谢谢啊。好，司令员您喝水。他们熏一些这个。所长来了，司令，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军分区唐司令，这是派出所的尤所长。坐。司令您坐，您坐，唐司令。我接着跟您说，他们在院子里呢搞些副业，什么熏个猪蹄儿啊，熏个烧鸡呀，还有往外这个租房子的，其他的经济来源就没有了。眼下村民最关心的就是征迁，牵扯到这个房产、土地，还有门脸房，还有这个祖坟地什么的。所以说呀，有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比较多。一句话吧，司令员，我们这个村啊是比较复杂的呀。这村不但复杂，人也刁蛮，有人竟敢拿凶器要杀干部。刚才啊，村主任已经向派出所报案了。这个事儿我们听说了一点，你讲的具体点。有个拆迁户叫王最新，原来也是个公职人员，10几年前离职了，承包了一个饲料厂，后来企业倒闭了，身上背了几10万元的债，现在家庭生活可以说非常困难。今天小孩又考上了长江大学，是冬季招生，通知书都来了，这学费还没有着落。他要求自家的房屋征迁和企业遗留问题合并解决，额外再想多要点补偿，给孩子要个学费。他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确实这个要求不太合理。市征迁小组作为重点户上门去做工作，城建局纪委刘书记到他家里去，这孩子情绪失控，拿刀要捅刘书记。我觉得这个事情十分恶劣，最起码要行政拘留。所长，这个事儿呢，我倒觉得不能抓。为什么呢？孩子刚考上大学，这么年轻，你一抓他一辈子毁了。司令，这人不抓可不行。依我看呀，咱们就给他搞强拆啊，那几个难缠的钉子户啊，拉货车上往黄河边那么一扔啊，房子给他推了，这不就平了吗？王六根啊，你看看你现在像不像一个土匪？你还是民民连长吗？我让你到这儿来，不是让你来耍二杆子的。培训的时候怎么说的？掉头就忘了是吧？老百姓最恨什么？最恨的就是强拆，带有暴力色彩的强拆。我们能那么干吗？司令，我以为培训只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我们军人说的话是说说而已。王六根，你要不能干，可以走。司令，我会做，会做。所长，这件事情我是这么想的，派出所呢先放一放，啊，责任由我来负。好，孩子考上大学不容易，再困难也得让孩子把这学上。没有钱，我建议我们征迁小组捐下钱，啊，我这儿有1000多块钱，我这儿有500。我这儿也有300多。我也捐。唐司令员，来进来。这是嫂子是吧？老妹子，部队的领导看进来了。大婶你好，唐司令，还没吃吧？在屋里坐。唐司令，屋里去。哎，司令员坐，赶紧给司令员弄水。哎，司令员，这是老王。好，那个嫂子，你们孩子多出息啊，多给你们争气啊，考上大学了。孩子他不在家，不知道去哪儿了。
老婆子，你不用紧张，赶紧去给孩子收拾收拾，对吧？孩子要上学了，你别耽误孩子上学，对不对？这样呢，是我们征签小组给孩子捐的3700块钱，你拿着。我知道这钱距离孩子的学费呀、生活费啊还差得很多，那我会联系街道啊、区政府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国家有政策，对吧？绝不能让孩子上不起学。拿着。怎么可能？拿着，不老嫂子，拿着，快快，拿着吧，拿着啊，拿着吧，大婶。啊，婶儿，我跟您说，司令员啊，一听说咱家的事儿，不让派出所抓孩子，还主动带头捐钱，就怕耽误了孩子上学。婶儿，我是矿大的学生，是来参加征签工作的。我知道咱老百姓家的孩子能考上重点大学，太不容易了。您呀，赶紧收拾收拾，让孩子啊去学校吧，晚了可就报废了。大婶儿，我们知道你的顾虑，我们不是来抓你儿子的。司令员已经给他保下来了，赶紧让他回来收拾收拾，准备上学吧！啊，领导，司令员，我给你……哎呦，我大伙，这是什么的？什么的？快快快起来！这是干什么呀？司令员，那儿胆儿可小了。是。那天家到处都借不到钱，我们家这个情况，到处借人都不借给我们，孩子都要急疯了，再拿着菜刀去吓唬那你领导的。我知道，我们都了解啊！别激动，千万别激动。老王大哥，你这个债务纠纷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一下。你要说把全部欠款给你追回来，我真做不到。但追回一部分，我觉得可以保证。你们这个债是连环债，互相欠着。那我想联系相关部门，把你们这些互相欠管的企业负责人都叫到一起，你们面对面的商量一下啊，能够互相抵的抵一部分，你们再还一部分。你看这样行不行？司令，领导。俺今天就表个态，你要是今天签这协议，俺现在就按手印。你要说今天搬家，我现在就租车把东西拉走。老王大哥，不急不急，我就知道老王你是一个爽快人，这个协议什么时候签都可以啊。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求，可以到拆迁办跟他们去谈，好不好？我听你的。孩子啊，快，别躲了，快去见见司令员啊！司令员，刚才跟你说谎了，这孩子没在外头，就在那屋藏着呢，就怕警察来抓他。多好啊，这小伙一表人才的。可是你的大恩人，是咱家的大恩人。不用，我听说考上长江大学物理系了，啊，抓紧时间去学校报到，到了学校好好学习。我听说武汉冬天也挺冷，对吧？多给他带些衣服，到了学校常跟家里联系，有什么困难直接告诉我们，好吧？谢谢司令大哥，我记住了。不客气。1、2、1，1、2、1，1、2、1。1、2、1，1、2、1。哎，你们俩快看看，从司令员来了之后，这会儿的女兵变得像民兵那样了哈。是咋的？现在这民兵连啊，都挨家挨户去干活，又是打扫卫生，又是帮忙修理家具，可比以前强多了。对。那老王大哥，谢谢啊，我们还有个走访啊，走了。今天的事可感谢你。哎呀，千万别这么说，都应该的。司令员真是太谢谢了。司令员，俺想跟您说个事儿。说。司令员，您是子弟兵，俺们有困难得向您反映一下。俺们过日子全靠做小生意，这让俺们搬家，好不容易攒了点钱，想开个小饭店，也没希望了。这一下子全都完了。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方面的顾虑？是。好，老王大哥，
那我就进你们家跟大家解释一下。哦，没问题，来，大伙去，来，这儿坐，这里边坐，来，坐好，坐。这个大嫂，不可，谢谢，不好。市委市政府花这么大的力气，把南水北调的大运河带到咱们市区，为什么？就是为了改变我们老百姓的生计。你想啊，大运河从我们市王市区穿过，这就给我们市王市带来了50多万平方米的水上面积和180多万平方米的绿地面积。大家想一想啊，将来有一天，我们带着全家在运河里划着小船，运河两岸绿树成荫，啊，高楼林立，这美不美？听见了吗？这听着倒是挺美的，可就怕到时候把俺们老百姓轰得远远的，赶个破地方去。这大河两岸都是当官的、有钱的，这都是以讹传讹。我们拆迁户的安置小区，那是市委市政府领导费了心思选的地点都是相当不错的。你比方说咱们这个东王楚村，这是什么地方？黄金地段呐！啥黄金地段？有俺们现在黄金啊？俺不信。这是不是黄金地段？我说了不算，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们自己看一看就知道。我们军分区帮助政府来搞征迁工作，不是说把大家劝走就完了，大家搬走这就了事儿了。我们还要考虑到大家搬走之后的生活怎么办。就拿咱们东王楚村安置来说吧，我们协调了相关的部门，在我们安置小区的周围规划建设了12000多平方米的门市房，7300多平方米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盖他们是为什么？租给大家呀。我们不能因为大家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生活，相反，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要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听见了吗？好啊，你说。我觉得这个补偿啊，就得公平合理。既然是政策，咱不能老百姓一套，这个别人又是一套。这有势力有钱的，啊，有关系的就能多吃多占，而我们老百姓的问题，就得用推土机来解决。俺们村还有大官家属呢，那小白楼，人家儿子是北京的后勤部长，有钱，人家老太太放出话来了，让市里给他盖个小院子，他才搬呢。有钱人待遇不一样，是吧？就是啊。大家听我说啊，小白楼这件事情我们都听说了，但是我可以保证，政策面前一视同仁，老百姓怎么样，公职人员就怎么样，他小白楼也得怎么样，绝不允许搞特权。我记得把话放这儿，我们走着瞧。各位都听见了吗？听见了。还是部队的领导，敢做敢当啊！你说的这么好，他们都不照办。从现在开始就这么办。书记，我想当兵，你看行吗？当然可以了，为什么不行啊？真的？对呀。哎，那太好了。你们这波孩子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有新的政策，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吧？对，是。对。我们新的政策就是南水北调征迁户的子女，只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想当兵的，身体合格、政审合格，有一个要一个。哎，太好了，这个当兵。司令员，那不用托关系上户啊？上什么户？带上你们签好的征迁合同，什么关系都不用找，1分钱不用花。哎呀，那太好了，我回家告诉俺爹去哇。哎呀，你个龟孙儿啊！你家这可是摊上天大的好事了。这当兵不用托关系找门子，你是遇到贵人了，复员回来还能有工作，你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那当然是大好事了。你小子当兵啊，不光以后有工作，还有政治荣誉。对，小子，你爹要是不抓紧把这个征迁协议签了，啊，那不成了大傻逼了？司令员，俺家孩子明年才高中毕业，能不能今年先把他招了呀？明年的事你着什么急呀？这个政策明年一样适用。您保证？我保证。俺信你。明年俺去找您，让俺儿子跟着您当兵。走。哎，
唐司令员，我想问一下，这个初中毕业生可以当兵吗？初中毕业恐怕不行。支书啊，现在我们都招重点大学的大学生兵了。哎呦，孩子太可怜了。孩子是个孤儿啊，3岁死了妈，7岁又死了爹，前2年爷爷又死了，只能跟着他的后奶奶活着。奶奶身体又不行，现在征兵这么个好机会，可惜孩子是个初中毕业生，他没那福气呀。行了，不用说了，带我们去看看。好，哎呀，司令员，您操操心，孩子有救了。走，好，那先这样啊。一小组注意，一小组注意，明天早上8点到村委会集合。唐司令员，我们东王楚村富裕人家比较多啊。是。这个相当困难的家也有，很少。先生干啥呢？哎，爷，怎么着？水井坏了？哎，不出水了。不出水了，不会修修啊？小子，这是咱们部队的首长，是庆生是吧？庆生，庆生啊！奶奶呢？啊，奶奶回城里了。哦，司令啊，奶奶啊，城里有家，城里有5个孩子，要不是为了照顾庆生啊，人家早回城里了。庆生啊，吃饭了吗？啊，没呢，叔。奶奶说等他回来一块儿吃。这小子，你看都几点了，奶奶什么时候回来啊？你就不能自己做点吃的？首长，我去给他做点饭吧。好，去。司令员，好，你看这个家就这个样子，就一个孩子。您坐，您坐。哎，您坐。首长，这包子都变味儿了。哎呀，这怎么吃啊？吃完了不有病吗？啊，忙把它扔。这家里啥也没有，我没法做。小王，去回去拎点那个米，还有面，带点油来啊！去吧。好嘞。那我去帮他。初中毕业了没有？啊，刚毕业。考高中了吗？啊，考上了，不过不想上了。为什么呢？啊，我想自己照顾自己，然后自己出去打工。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你能干什么呀？这小身板儿啊！你对将来有什么打算没有？没有什么打算。那愿不愿意当兵呢？当兵，愿意。学习怎么样？学习还行。司令员，这小子学习啊可不孬啊！搞人口普查的时候可村里还让他帮着抄着写的呢，字儿写的可不错了。这小子啊，身子骨也行。沈参谋，你过来一下。今年关于初中毕业生入伍的说法有什么？司令员，今年招兵，咱们主要是针对的大学生，还有高中生。初中生入伍的话，名额基本没有。这样，你跟崔科长说，马上和省军区联系一下，跟他们反映一下这边特困生的情况。好吧，多要几个指标。行，我现在给他打电话。行，您坐，司令员。啊，没事。喂，我沈斌。啊，你现在忙什么呢？下个月不是要征兵了吗？我先做些前期准备工作。啊，是这样，汤司令刚才说了，在针对南水北调特困户子女入伍的问题上，咱们能不能多申请一些初中生的名额？我刚刚跟省军区联系过，他们说啊，今年对特困户应征青年政策上有所照顾，我估计多要几个名额应该问题不大。真的？那太好了。这样，你听我说，你赶紧把那些特困户子女的资料还有名单你列一下，我跟司令马上就回去。哎呦，老婶子，您回来了。哎，老婶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军分区的唐司令。大领导啊！不敢。到咱村啊。唐看司令员说到做到，他带领军分区的征签小组的成员，
挨家挨户走访征迁户，用最大的热情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耐心讲解征迁的政策。村民说，解放军和俺们心贴心，他们的话俺们愿意听，他们讲的政策俺信。诚心换诚心，黄土变成金。很快，东王楚村200多户征迁户陆续和征迁办公室签订了协议，搬到了政府新建的小区。再见。看这房子，挺好，这房子，哎呦，怎么样，挺好的吧？哎，太好了，我太高兴了！我这新饭店终于开起来了，就在前面。在那边是吧？一会儿去往那吃顿饭。顺着吃饭。啊，挺好的。大姐，你这怎么样？啊，我开了一家那个电动车修理铺在那边。啊，我听说了，是在那边是吧？一会儿去看一看。哎，非常感谢，给我们家找回来这样20平米的房子，还满意吧？太感谢了。好，这次你满意了哈？满意。这个康夫人和政委对呀，我们家那个新建的房子给拆了，现在安置的很满意。我知道。啊，怎么样？生意还可以吗？可以，行，挺好。对这个地方还满意吧？满意，很满意。里边不，我就不进去了啊！你们继续啊，这样亲人。怎么样？儿子怎么样？儿子可好了，在学校里啊，现在评上奖学金了，多好。然后那个军训得了第4名。前2天给我和他爸爸来电话呀，说他现在学的那个功课呀，跟咱国家军事有关系，还保密呢。好。你在他心目中啊，就是个榜样。哎呦，不敢当。他说就要向你学习，以后当你这样的指挥员。哎呀，你来了，司令员，我在给你报喜。你看我这大孙子，这不庆生吗？啊，哎呦，精神啊！每个月那个发照片，精神，好，多精神，真精神。哎呦，好。司令员，你还认识我吗？我当然认识了，你不说我强产你们家吗？对，强产了没有？没有。满意不满意？满意，非常满意。好，走到你们家看看。你这次满意了啊？满意了，你看看拿了你。走，来。同志们，都别记了，看看这儿，啊，由我们军分区负责的市区段7个行政村900多户人家3000多人的拆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大家看一看啊，原来这些地方都是绿色的，现在呢，来把它放一下，这马上变成红色了，看，红色连成了一片。更重要的是，我们达到了零上访，这非常不容易啊，同志们。军报内参，这上面有个关于河南士王军分区以社会稳定为己任，在南水北调征迁安置工作中积极主动作为。国务院的领导以及南水北调办的领导做了重要的批示。知道吗？到，来，把批示给大家念一念。是，骄傲的念一念。请河南省移民办转达南水北调办及我本人对士王军分区全体官兵的感谢。我们将以此精神为动力，进一步做好征迁工作。这是不是应该有掌声啊？好，看看。我们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国家南水北调相关负责同志的高度评价，确实很受鼓舞啊！司令员、政委带领着我们军分区的干部职工，几乎每天都战斗在征迁的一线上，就像打仗一样紧张带劲儿。嘿嘿嘿，司令员、政委，实话实说，咱从部队转到武装部啊，就不图进步有多快了。就为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可确实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我们徐胜政委家里老人生病啊，孩子上学，就他老婆一个人操持着啊。这个气得他老婆直说什么呀？你去找你们司令说去，以后军分区就别管这闲事了，要不然人家征迁协议还没签呢，你们军分区干部家属签离婚协议了。大家别笑，我敢肯定徐政委他爱人说的是气话。怎么，你们武装部的家属都不希望你们进步，不希望你们有作为吗？啊？当然不是，
不过咱们没有作战部队机会多嘛。谁说没有作战部队机会多？这不是机会吗？这是最好的机会，在这个时候就看我们能不能顶得住。你顶不住吗？司令员、政委，东王楚村现在就2个钉子户了，一个是后勤部罗副部长老太太家，还有一个就是村霸岳刚。这个村霸岳刚是一个地产商，他说咱们军分区占了他的地产，军分区不还的地产，他们家就不拆，还3天2头到军分区武装部来闹事。这个岳刚我知道，他手里面那份土地合同是假的。这我们不跟他废话，直接法院见。这个岳刚还公开叫嚣，说什么你们川军庄的欺负老百姓，罗副部长是部队领导，川军庄的领导不办，人家老百姓凭什么办？他叫嚣得很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在这儿开这个会，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解决这2个钉子户。我建议，把这2个钉子户的解决当成一场战斗去打，并且必须打赢。我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在这儿开这个会，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解决这2个钉子户。我打算分2步走，第一步由我和王政委带队，主攻罗老太太。我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是要规定期限，规定期限之内必须要签。他要不签，我们就把我们军分区党委出具给他们3级党委的信函寄出去。我不信治不了这个姓罗的。第2步，由潘部长和徐政委带队，是，主攻岳刚。你们要软仗硬打，要各个击破，要在讲清楚政策的基础之上，敢于硬碰硬，敢于较真，敢于打硬仗。我们不能让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失，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感觉到不公。司令员，您这是把罗副部长作为主攻了，把那岳刚作为佯攻了吧？大家随便怎么想吧，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这2户人家非常有代表性，一个就是所谓的上面有人根子硬，一个是流氓地痞。怎么办？老百姓都看着我们呢，他们都看着我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这2户人家处理的得当不得当，直接影响到我们拆迁是否能顺利进行。只有把这2户人家拿下，才能证明我们有说服力。怎么这么晚还不休息啊？我们又没事儿。小冷说你就要回来了，给你留着饭呢啊！我吃过了。不吃不了。爸，你坐。那个小冷，最近你确实也辛苦了。这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有的时候得跟你商量一下。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跟我商量什么，让我退休，带着爸跟你一块儿来狮王，把家照顾好，你踏踏实实跟他们玩命去，是不是？这觉悟啊！你把自己当黑老大了。我是黑老大最怕的人。你看看，你还把自己当作战部队的领导呢。你这个军分区司令员啊，就应该像王牌部队一样，专找硬骨头啃，挑过瘾的硬仗打，不打也得打。就得敢于硬碰硬，这仗一打就得打得漂亮。你比方说南水北调，您看看南水北调征迁的任务，在您儿子这儿绝对不是异想天开，这就冲上去了。他就是那脾气啊！唐凯，这打好仗也不能太玩命了，多陪陪小张啊。我都安排好了。安排他带着孩子去旅游，但是我没时间陪他了。我们不用你陪，你就少干点玩命的事儿。我告诉你，带兵打仗跟现在你这个征迁工作完全是2回事儿，你都得罪人，你知道不知道？我一定多注意安全，好吧？那个我得早点休息了，明天有个重要的会，7点半叫我啊。你看看他，话都不让我说完。小冷，我听战士说了，这黑老大呀，点名的跟他叫板呢。他怕谁呀？
吃完了，吃完小看呢。让多睡会儿。哎，您放着，别收拾了，空气不错，我带您出去走走。放那儿吧，回来我收拾啊。来，把这送去吧。是。参谋长，政委，司令员找不着了。什么？怎么回事？这不就是那个罗副部长吗？他找了个关系，好像还是个很大的领导，电话直接打到市委书记那儿去了。市委书记盯不住了，非要找咱司令员看看商量商量，能不能悄悄的给罗家老太太网开一面。这是原则的问题，司令员肯定不会同意的。是。行了，我去跟书记说一下。哎，政委，您也甭去了，人家书记说了，必须得司令员出面，别人谁去也不好使。哎呀，你说司令员电话我都打爆了，就是没人接，这司机电话我都打了，你说的怎么回事？哎，老郑，哎，张生，帮我给军分局打个电话。准是小冷嫂子把他锁在家里了，你这边盯一会儿，我去一趟。政委，有什么消息你跟我说一声。哦，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回军分局。老唐，我王远。哎，王政委，赶紧找人把门给我开开啊！正得开啊。那个市委陈书记找你了。什么事啊？是那个罗老太太事儿。这个黄小冷啊，真是胡闹！快点！那个小冷啊，也是为你好，他不是想让你多休息一会儿吗？这不耽误事儿吗？休息什么休息？开了，开了。司令，走。是罗老太太的事儿，书记很着急，一定要见你，打算和你谈一谈。咱们快走吧。谁动我的车了？你净瞎闹，差点误了大事。能误多大的事儿？又不是让你打仗救灾去。就打仗是大事啊！瞎闹！哎，爸，赶紧走，我这有事。走。就你呢，人都让你得罪光了。陈书记，哟，老唐，你可来了！来，坐。好。
哎呀，有一个事情啊，我是拿不定主意啊，所以才请你来一起商量商量。陈书记，情况我大体了解了。哦，我的态度是，原则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能变。你别说罗老太太她儿子是总后2级部的一个副部长，就是省长、军区司令，原则也不能变。这是市委常委会上定的呀。这个道理我懂。不过，罗部长找的这位领导是分管项目的，市里的好多项目都需要他来批。哎呀，如果不给他点面子，以后有些大的项目恐怕就……那陈书记的意思是说，为了市里的这个项目通融一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分管拆迁的领导总归是你嘛。你要问我的意见，很简单，啊，不行。老唐啊，我也当过兵，虽然只是战士退伍的，对军事多少也懂一点儿。部队打仗嘛，除了主攻，还需要迂回。地方上的工作，其实更多的还是迂回呀。啊，陈书记，那你打算让我迂回到什么程度？可不是我让你迂回啊！嗨，老唐，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呢，神不知鬼不觉的给罗老太一些补偿，然后呢，我从市里的其他项目里出，这样谁都不知道。再一个呢，他也不违背拆迁的原则嘛。哎，这样怎么样？陈书记，这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补偿的问题，它关乎到人心。全市那么多双眼睛都盯着这件事情了，就要看我们市委怎么做。你说暗地里给他一些补偿，神不知鬼不觉，能做到吗？老百姓早晚会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一旦老百姓知道了，那我们市委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个什么形象？这是诚信呐！一个人要讲究诚信，一级政府更要讲究诚信。那不然老百姓怎么相信你啊？南水北调这个工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它是民心工程。我们市里的任何项目跟这个项目都没法相比，这是重中之重。所以我才接了这个工程，我接了它就要把它做好。老唐，谢谢你，谢谢你的民心工程啊！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全力的支持你。谢谢。累了，说说，来坐。是这样的，司令员，我们按照首长的要求，带着司令的姓名信给他打电话。但是罗副部长不肯见面，我们在北京等了3天，罗副部长和他的夫人还是不肯见面。后来罗副部长让他的夫人在电话里回复了我们一句话，说房子可以不按原面积给，但是必须给老太太办低保和医疗保险。他怎么能这样？一个将军，再有成绩和功劳，也不能做这种事儿啊！在群众中影响太坏。这个罗副部长，我有所耳闻，
为人非常跋扈，很有霸气，但是没想到把这种霸气用到跟地方政府作对上了。啊，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用第二套方案。沈他们给他打电话，是我跟他说。喂，罗副部长，您好，我是狮王军分区的沈参谋。我们唐侃司令员想亲自跟您讲话。好啊。罗副部长您好啊，我是狮王军分区的司令员唐侃。这个拆迁的问题呢，有一些情况，我想跟你汇报一下。唐司令，我很忙，有话快说。罗副部长，我觉得你家乡的人民非常可爱。啊，我们南水北调工程呢，得到了狮王地区的群众大力的支持。我觉得咱们狮王地区的群众真是识大体、顾大局，非常值得敬佩。我们的一些领导啊、干部啊。军队的这些军人呢，都带头不计条件的搬家，其中不乏那些高级别的领导。你们那里不是有电视台吗？表现得好，表扬就是了。是，但是罗副部长，你们家老太太这个搬迁的事情，我派人想向你当面汇报，但是没见到你。我想情况你也知道了。我希望我们军人应该起到带头作用。唐司令。我知道你是从军区下来的。我们虽然是总后的一个部门，但是呢，我也能找到领导你的人。我很想和你交个朋友，但是实话实说，我知道这个口子是可以开的。唐司令，我老母亲的事儿呢，还请你多关照。是我们能关照的一定关照。罗副部长，这个搬迁工作确实非常的困难，不容易。我特别希望我们总后的首长能够支持我们工作。如果这个口子要开了的话，那老百姓怎么看呀？这影响太坏了，对吧？唐司令，你是军分区的司令啊，是能代表我们部队向地方说话的人。你为什么不能维护我们军人的利益呢？你是这么高级别的干部了，我希望你能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这个是对我们军人形象最好的维护。好吧，你就看着办吧。啊，我告诉你，我大小也是一个将军。我的老母亲呢，马上就要人手加班了，我就申请一个低保，报销点医疗费。啊，这难吗？你们军分区干嘛呢？啊，管他用啊！罗副部长。你这么高级别的干部，你是个将军，有这么高的工资，这么好的待遇，为这点蝇头小利搞特殊化有意思吗？如果每一个领导都像你这样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那百姓的利益谁管啊？我就是不管了。唐凯，你以为是在军区作战部啊？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讲的话盛气凌人。以前呢，你下个命令，别人提着脑袋往上冲。你现在你没这个资格了，和我斗，你等着吧。是，我作为下属是没这个资格，你要搞我确实不难，但我作为一个党员是有资格批评你的。现在河道上就你们家那几栋房子在那摆着，影响非常坏。我觉得如果是我会觉得非常丢人。我就这个态度，你看着办吧。他这个副部长真丢人。沈参谋，明天这个协议他必须签，如果他不签，那我们就走正常程序，把这情况反映到总后纪委。是。爸，我接吧。喂，你好。是唐侃司令家吗？对，是唐司令家。你哪位啊？啊，是黄俊义吗？我是老李啊。唐司令在军区作战部的时候，为了帮助他提拔，我还找过你，你忘了？哦，我想起来了，你有什么事儿？啊，事情不大，对唐司令来说就是举手之劳。你找唐司令啊？他没在家。这样吧，等他回来，我让他给你打过去。黄俊义，这事我找你也行，你给唐司令说一说啊。
的事儿。你说吧，什么事儿？啊，是这样，总后的那个罗副部长，2级部的，他家就在你们市王。如今他家里有一个老太太。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拆迁的事儿，对不对？啊，对，就是拆迁的事儿。这事儿唐司令管。其实啊，罗副部长的要求也不高。这个事情唐司令知道情况，他说了，口子绝对不能从老太太这儿开始。你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黄觉义，你先别挂呀，我还有一句最重要的话。你说吧。这个罗副部长在上面路子很广，唐司令这次如果照顾了他家老太太，以后重回军区提拔为军级，甚至更高的官职，都是很有可能的。你说的这个呢，的的确确很诱惑人，但是唐侃不会同意的。那也未必，唐侃都50多了，再不提拔就要退休了，这个机会啊很难得的。再难得他也不会同意，他要同意他就不是唐侃了。什么人呢，这都是。小冷，爸，你刚才电话里说的对啊，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应该支持唐侃，不能拖他的后腿。我当然不会拖他的后腿了，我肯定是会支持他呀。但是有时候想一想，你说很多人能力才干根本就不如他，但是歪门邪道可以啊，到处找关系，什么官人家都当了。我就是有的时候心里替他委屈。小冷，不要委屈啊！只要唐侃行得正，走得直，他即便当不了将军，在他爹心里头也是将军。喂，罗副部长啊，老李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哎呀，这个唐侃呐，油盐不进，属于那种特别不开窍的人。我不跟你说吗？找他的夫人呀，城堡就是在内部攻破的。我找的就是他夫人，他夫人说他们家的事儿唐侃说了算，找他没用。你没跟说提拔的事儿？唐凯都50多岁了，再不提拔可就没机会了。说了，这么重要的条件我能不说吗？他夫人说，就是提不起来，唐侃也不会照顾你家老太太。唐凯这人怎么这么跋扈呢？是啊，罗部长，遇见这么不讲理的人，我也没什么好办法了，你还是再找找别人吧。老李，谢谢你啊！哎呀，我不能白让你帮忙，我会答谢你的。罗副部长，看你说的，我又没办成什么事儿，答谢什么？哎呀，帮忙了嘛，必须答谢的。哎，谢谢你啊。那就谢谢了啊。喂，王书记吗？我是老罗。我们负责的拆迁工作进入收尾阶段了。龙军长，哎呦，军长，怎么有空亲自过来视察来了？来，继续吧。是。军长到我们一线指挥部来，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你们干得很了不起啊！你们让这个工程再展雄风。我下来视察工作这一路上，我非常震惊，所以我必须来看看你们。军长每次来都给我们很大鼓舞啊！王政委还要年轻一点。唐侃，不客气的讲，按咱部队的惯例，在你这个年纪当军分区司令，基本上可以说梦断将军路了。但是，你用指挥打仗的才能和智慧，做这些别人瞧不起、不愿意做的事情，更显出你智慧超群。组织上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并且把工作做好就完了呗。
其实地方武装也不错呀，可以为百姓做不少事儿呢。何止是不少事儿啊，做很多事儿。我真心的为你感动。你的肯定对我非常重要。老头儿，还不搬啊？我们租的房子是军方区的，要搬我们要听部队首长的。现在房子是我们岳老板的。军方区领导说了，你们的证根本不管用，不提出。老家伙，你找死是吧？给我个上！喂，沈参谋，你抓紧时间再给司令政委汇报一下，情况比较混乱，精力不够。110暂时过不来，你给司令请示一下，是不是调动民兵应急小分队来维持现场秩序啊？是，我马上汇报。哎，别在这儿了，咱们去南水北调的现场去看看怎么样？好，坐我的车啊。司令员。对。刚才司令来电话了，岳刚带人到军区大院门口去了，说商铺要不搬走的话，要把房子给人铲平了。去备车，回去一趟。是。哎，队长，拆迁部有个叫岳刚的，他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啊。你陪好军长，晚上我请你吃饭啊。岳刚是谁啊？岳刚是一个顽固的钉子户，我们军分区以前有一个地产纠纷案子跟他有关。他呀是当地有名的地痞亡命徒，司令去了，我还真有点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这点事儿对唐卡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啊。我在这儿等他。司令来到了啊！哎，司令来了，这可给我们做手是对呀。你看看他们，太阳上画了这个，就我们这好好的地上到处都是肉，太不像话了。大家好，我是咱们狮王军分区的司令员唐侃。我们有法院的判决，这些房产都归我们军分区，产权、使用权都归军分区。大家该怎么经营怎么经营啊，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我来跟他们算，啊，没问题，什么问题？啊，你们两个穿着军装是军分区的头吧？就是军分区的头，我也不怕你们。今天这房子我拆定了。好，我告诉你，我是个军人，并且我是个打过仗的军人。你开个烂推土机吓唬谁啊？敢捣乱，来一个我消灭一个！好，你有种，你等着，爸，您就让我出去看看吧，我真是不放心他。不用，在军分区的地盘上能有啥事儿啊？哎呀，现在这些亡命徒、地痞流氓，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上海的黄金荣那是多大的亡命徒啊，他都不敢动解放军一根指头。就狮王这些小痞子，他敢。您说那是刚解放的时候，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了，都有背景。越是有背景，就越不能他，否则他就不是我的儿子。爸，您看这多大点事儿啊，怎么就着急生气了呢？我一听说这地痞流氓有背景，我就想起了旧社会。只有在那个时候，这地痞流氓和国民党官员勾结在一起，他们才有背景呢。你给唐侃打电话，告诉他不打垮这些地痞流氓，就别回来见我。爸，您看他那正执行任务呢，我要是给他打电话，是不是给他添乱呀？叫你打你就打嘛。好，打啊！这样好不好？我给他发个信息。我就跟他说，咱爸生气了，给你下命令了，必须把地痞流氓给收拾了再回来，这样行了吧？行，就这么说。薛总，军分区唐司令下来了。唐侃？对呀。就刚才那俩？对呀。这人还真不怕事儿啊。
他还真敢露面。我们怎么办？怎么办？不给我地，我就砍死他！老岳，你可别把事儿闹大了啊！你以为我在吹牛逼呢？真砍！不给我地，还不让我拆房，妈的！所以大家放心啊，这事儿我管定了。闪开，闪开，闪开！不用紧张，别走了，就他2个。你就是唐司令，我到处找你找不着，你自己来了，正好。岳刚是吗？对。你这么胡闹，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后果？什么后果？这片土地是我的，你就是把110叫来，我都不怕。这是什么？合法的土地证，上面盖着国家的大印，看看。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干什么？离我们司令远点！滚！狗仗人势，说话注意点啊！说，这个合同签了好几年了。哦，你们就是不履行协议。告诉你，你要是不把这片房子还给我，我也砸你的门头。按说这个场合我没必要跟你明说，但是你既然提到了，我就得跟你说道说道。你说你这个土地证是合法的，是吗？但是你得到这土地证的手段是非法的，要不然你不会纠集这些乌合之众过来吓唬老百姓。你们的大头我认识好几个，你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军分区司令员吗？小小的军分区司令员。你认识很多大人物是吗？那你了不起，但是我不在乎。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们军区要告你，告你非法交易，告你非法占有国有土地。上一次法庭上给你面子了，你不会不清楚吧？并且我要警告你，共产党的天下不是你岳刚说了算，法律说了算。法庭上见，法庭上见。老六，叫兄弟们走。走。岳刚，岳刚，我跟你说啊，你要再敢找解放军的事儿，小舅揍你。王世界，事情办得怎么样啊？我给狮王军分区打过电话了，他们说唐看不但不会让步，还要以军分区党委的名义给总后党委纪委写信告你的状说你再不让步就把你告到军委，直到你答应拆迁为止。你说唐凯这个军分区司令是不是不想干了？他告我还想告他呢，咱看看谁的关系硬。罗副部长，消消气，你是将军，是向上走的人，没必要和唐看交接。他这个军分区司令员这么个干法，把人都得罪光了，肯定是提不起来了。哼，就等着退休吧。王书记，我还真不是和唐凯较劲儿。你说，我从小就出来了，我的母亲呢，我都没管过。我母亲就求我这一件事，就想住个大房子，办个低保，报销点医药费。你说就这点事儿，有难度吗？唐凯就不够这个面子。这个唐凯，他是不是太过分了吧？是啊，唐看是过分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把事情闹大了，对你也不好，你说是吧？王书记，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事儿我再想想。好，那罗副部长，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定要冷静。我知道了，再见，王书记。再见。儿子建国吗？是我，娘。哎，儿子没有本事，
娘的事儿，儿子没有办好，对不起，娘。还有一件事啊，本来我是想视察你们工程的时候单独跟你说的，现在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也没关系。说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说，是关于你个人的事情。我得到比较可靠的消息，军区党委已经研究了，准备把军区每年给边海防和艰苦地区正师职主官的3个少将军衔指标，授予2个师政委和1个军分区司令。我听说，这个军分区司令就是你。太好了！祝贺司令员！高兴啊！高兴了！这恐怕是个美丽的传说吧？即便是个传说，那我听着也开心。昨天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呀，这唐侃当了将军，太让人兴奋了啊！但愿是真的。你不是来指导工作的，你是来忽悠我的。这消息很可靠，真的。我一会儿呢，准备给小冷打个电话，让我弟妹先兴奋兴奋。你可别打了，他最近情绪非常不稳定。越是情绪不好的时候，越要听到好消息。我真不忽悠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啊！小白楼的事儿我听说了，向政府要小院，还当钉子户。哼，那个姓罗的部长真不咋地。是，过去的老八路、老红军，有几个向政府要待遇的呀？不是住的和老百姓一个样吗？他们忘记了自己是干啥的了，就为了这么一个小白楼，和共产党对着干，让老百姓戳脊梁骨。哎呀，还是老革命觉悟高。现在确实有很多干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小白楼今天拆了，小白楼一拆，在老百姓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一看，哎，小白楼的拆迁款跟他们是一样的，议论纷纷，说我们军分区做得好，一碗水端得平。哎，那个姓岳的恶霸怎么样？小白楼都拆了，他还折腾什么呀？协议很快就签了，不过临走的时候他撂了一句话：军分区欠他们的1寸土1分钱都得还给他。那共产党的天下，岂容他们为非作歹啊？是，公家的东西1分钱便宜都不能让他们拿去啊！对，这个我们要走法律程序了，过2天开庭，我得准备一下。对，好好准备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法庭上他们也得不到任何东西。没错。吃饭吧。吃饭了。法院很快开庭了，双方经过激烈的申辩，法院最终宣判军分区和山鼎集团的原土地置换合同为无效。作为原告军分区和被告山鼎集团，在庭审中同意以协调方式解决双方的纠纷。我跟你说，老岳，法院已经确定了，你要是再闹下去的话，人家把你当骗子起诉，是要走刑事诉讼。哎，司令员，司令员，你看我们都在，咱们协商一下纠纷的问题，可以吧？当然可以了，这个事情早解决，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啊。那好，我请您和朱律师到我们山鼎集团公司订喝茶给你。到我们那儿去吧，到我们军分区，我们那块地将来可能就是你的了。那好，就去军分区。岳总一块儿吧。不去。走。宣判有带用啊，这样带人到他们军分区门口去闹去。刚才呢，我们大家都谈论了各自的意见。我是这样想的啊，一开始我们答应了，在协定补偿款800万的基础上，再追加500万。司令员说追加500万还是少。那好，我们再让一步，在原定的基础上再追加1000万。司令员，你看这样可以吧？这样不可以。在原有补偿款的基础上，再追加2000万的补偿款，另外再追加7500平米的房产。
这是我们的底线。我们算了一笔账，即便是这样，你们的利润其实也是非常可观的。另外，我们这块地是国有资产，你不按规定走，你将来会出问题的。如果你碰到那种不讲原则的人，啊，你给他一些好处，也许这个地很便宜的就给你了。这种现象是有的，但是我不能这么做。我们也都知道，有一些人利用国家房产置换的这么一个机会，中饱私囊，数目惊人呐。但将来一定会出事儿，他一定会被法办。所以我们这个交易必须要保证公平公正。思莲说的道理倒是很对，可是思莲说的数目比我们想象的多了1倍，另外还要补偿7500平的房产。思莲，这是不是太多了点？一点都不多。我们军分区会帮助你们把这块地的开发，在经济效益上、社会效益上要最大化。哦，对了，其实关于这块地，我们也有一些想法，我们也做了一个策划书，你看一看。我们想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把这块地打造成我们市王地区唯一的具有国际化的现代化的集商业、娱乐、文化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你这样我们就双赢了呀。